副总和联合国的合作已经基本确定。可是你们在一下就是我女儿。小梅找到了，你们去一见。啥？小梅找到了？合作暂停，小梅我去。任务暂停，小妹我去接。任务暂停，我去接小妹。还有暂停，小妹我去接。北哥，北哥，北哥，没事儿，一切都过去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妈，他是谁？你别叫我妈，我不是你妈。离开！你这个贱人！安安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都是因为你鸠占鹊巢，害到安安在乡下受了整整18年的苦。你给我滚！你马上滚出我家！妈，怎么是这样？她是你女儿，那我呢？我是谁？这陆家刚养出为生，长得还有4个哥哥，重男轻女，还不让我上学，稍有不如意还会打。啊！哎，等这2个小猪长大了，再生一窝小猪仔，你大学的学费就有着落了。滚开！你们2个臭养猪的根本就不是我爸妈，我要去找我的亲爸妈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小妹。我妈在陆家受了太多委屈了。没关系的，只要能够找到爸爸妈妈，这点苦算什么呢？妈，我也是你女儿。你给我滚！都是因为你这个下贱的女人，你个下贱的坯子，凭什么抢走安安的人生？姐姐，你是不是在怪我？我不应该回来的，我抢走你的位置，对不起。啊，我们家里如不想冒牌货，早就该滚了。妈，对你而言，难道我们18年的母女情还比不过一个沈安安吗？妈，还是别让姐姐走了。安安受点委屈没事儿，安安只是害怕，那陆家要是找不到女儿，那爸妈怎么办呢？你偷走了安安18年的富贵生活，现在也该还回来了。爸，你也这么觉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走。姐姐，陆家早就给你定好了未婚夫，乡下男人出柄龌龊。这卡里是10万块钱，你嫁过去后一定要藏好了。赶紧把钱收下，从今往后，你跟我沈家没有任何关系。这些年，我暗中给沈家创造的利润也有几千万。10万？你打算要饭的呢？你个白眼狼，居然敢对安安动手！你现在给我滚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妈，你给我滚！滚！妈，滚！小妹，敢动我小妹，你们不想活了？妈，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陆家的混混4哥，哈！赶紧带着你的臭酸4哥给我滚！脏我们沈家的地道！啊！陆家出身寒门，招惹沈家定会引来报复。4哥，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带我回家吧。好，你们给我记清楚，是你们沈家不愿意和我们陆家攀上关系。哈，就你这乡巴老样啊！你别跟我们沈家攀上关系去谢天谢地了。哎，我们走。新欢，走，4哥带你回家。
大妈和哥哥们都等急了，走。四哥，我能问问咱们家现在什么情况吗？大妈喜欢捡破烂，和在乡下养猪。大哥嘛喜欢搬砖，二哥无业游民一个，三哥喜欢钻研艺术，不过钻研的也不咋地。至于说你四哥我吧，目前打算调戏完内娱所有的美女，可以吧？还是四哥厉害。这不是南城房价最少也要200万一平的富人区吗？怎么样啊？四哥，咱家住这儿？哦，爸妈平时住乡下，这不你回来了吗？打算搬到城南的屋子先住一住。你要是嫌小的话，咱再换间更大的。你走吧，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哎，公主殿下，欢迎回家。这就是所谓的穷困潦倒。对啊，走啊！看谁来了？青花，我是妈妈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当初没看好你，才让你跟那个沈安安报错。没事，今晚回来就好。花花，花花以后一定尽全力的补偿你啊！小妹，快来，让大哥抱抱。大哥，啊，哎，让二哥也抱抱。哥，小妹，三哥也要抱。行了，你们这帮臭小子怎么敢排在你亲爹前面呢？来，这就是有家人疼爱的感觉吗？妈，爸爸，三哥，哎，二哥，大哥，四哥，老爷夫人，国少来了。他来干什么？难道他是来和小妹？小妹，大哥为你准备了这次回归宴的礼服，快去换上试试。快去吧。小姐，这边请。罗少，来就来了，带什么礼物呢？我今日来，除了要祝贺陆家找回了亲生女儿之外，还有一事，那便是退婚。王无年，你什么意思？我陆家好歹算是属，你就这么对我们陆家大小姐？陆家小姐又怎样？我早已有了心仪之人。深爱你的心无处藏匿。这是长辈定下的婚约，非我所愿。陆家也不想你们的小女儿受委屈吧？罗少，现在我们清欢还没有正式认亲，就算要退婚，那也要光明正大、公开的说。好，如此，那晚辈认亲宴上再来。哈，小妹刚找回来就被国少退婚，你让全海城人怎么想的？爸妈，哥哥我。真漂亮，这才是我们陆家小公主的样子。沈安安那个冒牌货怎么比得了呢？
老大，你终于来了，拍卖会就要开始了。佛恩汤陆家路上当岗，佛恩汤陆家路上当岗，走吧。他是谁？他呀，最近风头正盛的叶哥，投资界新秀，曾在拍卖会豪掷千亿，也不知道什么背景。叶哥，糟了，大哥怎么在这里？怎么，你认识？我只是觉得她的眉眼很漂亮。佛少，你现在有时间跟我聊聊上门退婚的事儿吗？毕竟我妹妹她才刚找。我是不是说过，我有喜欢的人？我问你，只要出性命问题，那就跟你一伙的这样。站住！站住！龙王你帅，赵总的回神伞，我看见能撑多久？你们是什么人？老子是有大爷！兄弟们，他们肯定是你帅的援兵，别老子战！除了他，我谁也不会去。佛少，你这么做会后悔的。接下来是本次拍卖最后一件拍品，1000年前的古玉簪，起拍价500万。老大，这就是角盆国要拍的藏品，龙国以前的古物，这次绝不能再落入角盆国人之手。我出1000万，这个玉簪我非常喜欢，我打算把它拍下来给我剔牙用。这角盆国未免有点太嚣张了吧？几百年前来我们龙国窃取东西，如今在拍卖会上又要拍卖这个古簪，如果让他拍到了，那我们龙国人的脸往哪搁？我出1个亿，什么时候一个小小的角盆垃圾也敢在我龙国的地盘上叫嚣？怎么还没被打趴？一个龙国细狗有什么资格和我角盆国抢东西？1亿5000万，我奉劝在座的各位考虑清楚之后再举牌，毕竟识时务者为俊杰。3个亿，佛少，这500万的簪子出3个亿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够呛？钱我有的是，这古簪事关我龙国的脸面，绝不能丢。该死的龙国细狗！我光到园子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手的。3亿5000万，5个亿，5个亿，我可是角盆国之光，你们龙国几百年前哪个不是在我们脚下舔鞋？一个贱女人，竟然敢跟我挑衅！我看是角盆国之狗还差不多，大言不惭。不许笑！你们不许笑！这位角盆国的狗，不好意思，这位角盆国的光，您还叫价吗？5亿5000万！臭女人，和我们角盆国作对，没有好下场的。5000万的价，磨磨唧唧的，没钱啊就别学人家来拍卖会了。10个亿，有意思。这次来龙国只带了5个亿，接下来还有正经事要做，先放这个贱人一马。10亿1次，10亿2次，10亿3次，恭喜叶哥小姐拍得古玉簪一份。我告诉你，除了这个簪子，你们角盆国盗取我们龙国的其他宝物，我迟早让你们全部还回来。走。是他？你一个贱女人，竟然和我们角盆国作对！等我完成了任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终于找到你了，这一次我一定要与陆家小姐退婚。
那不是沈家刚找回来的真千金吗？瞧着那身行头啊，沈家还真舍得在他身上砸钱。安安，今天可是龙国首富陆家千金的回归宴，你可得跟陆千金打好关系啊！他的那4个哥哥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要是能跟咱们联姻，那咱们沈家可就一跃成名了。放心吧，妈妈，这世上没有我沈安拿不下的男人。哎呀，我家小妹真是样正直。那走吧，四哥。走吧。什么？我又上热搜了。小妹，我打个电话，一会儿就来找你。哟，这不是刚被我们沈家赶出去的假千金吗？姐姐，你不在山里待着，等着嫁人，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穿的人模人样，结果是个乡下人。这身行头恐怕都是假冒的。沈清欢，你还不滚，在这丢人现眼！凭什么？我家少爷头5年到。区区一个伯母女，至于这么兴师动众？龙国3大世家分为伯、陆、陈3家。陆家虽然是首富，但是比起势力来说，伯家更胜一筹。姐姐，就你这点见识，还是回乡下喂猪吧。安说的没错，这可是陆小姐的回归宴，就你这穷酸样，凭什么参加这么高级的宴会？沈夫人怕不是忘了，如今我认识你。怎么？难道你也想说你就是陆家小姐？姐姐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你们那家呢，就是在乡里臭养猪的，靠卖女儿的彩礼才能活下去，也配跟陆家相提并论了。我说这人呐，就得认命，没有那个富贵命，就老老实实的回去嫁人，好好的种地，别一天天的尽想着攀附豪门。你们是不是对陆家有什么误解？好狗不挡道，你敢骂我沈清欢，我给你脸了！住手！老总，我是沈家的沈文宗，希望你做什么？不走！我的小公主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首富陆家失散多年的女儿陆清欢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清欢将继承我们陆氏集团30%的股份，成为陆氏集团第1大股东。还有别墅100套，豪车100辆，黄金1000条。天哪，这首富陆家果然豪横。听说他只有18岁，身价就已经过100了。不可能，那些明明就是臭养猪的，怎么可能是首富呢？妈妈，我是安安，我在你们身边生活了18年，我才是陆家的千金啊！这种跟陆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，嫌贫爱富，你怎么配做陆家的大小姐？哥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自己让我回去吧。转开！你们不能因为找到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就把养了18年的我给抛弃了。难道首富陆家是这种德行吗？这陆家过分了啊！再怎么说，找到自己的亲女儿后，也不该把养女扫地出门吧？就是，这也太倔强了吧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。哎呀，这2个小猪长大了，再生一窝小猪崽，大学的学费啊就有着落了。滚开！你们2个臭养猪的根本就不是我爸妈，我要去找我的亲爸妈。哎，你这孩子，小妹，为了让你知道赚钱，我们一致决定把你送到乡下。想等到你成年的时候把你接回来。可你找到了亲生父母后，为了几个臭钱，就狠心的抛弃我们。现在你知道晚了。是他，清欢，
哦，等等，国少，这是长辈做出的决定，就算你要取消婚约，也得国老爷子来了说算吧。婚约？这小子就是和你电娃亲的对象？不是吧？刚认亲就要嫁人了？祁同说的对，我们陆家虽然不比你们国家是3大世家之首，但是我们也是龙城的首富，这婚怎是你说退就能退得了的？所以我本来应该嫁的是3大世家之首的国少，不是龙城的龌龊男人。秦欢，我们走。伯母娘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难道你不觉得这枚簪子很熟悉吗？我是应该叫你陆小姐，还是昨晚拍卖会上豪掷10亿的叶哥？叶哥啊，你说这簪子，义乌小商品市场买的，你要喜欢还有很多，送给你。这个簪子自面世之后，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不少仿品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陆小姐给我解释解释，这叶哥同款的手镯是哪来的？该不会还是义乌小商品批发的吧？对，现在义乌科技很发达的。这手镯无论是做工还是材质，都不是普通的商贩可以仿制的。陆小姐，不，叶哥小姐，你就这么骗我，拿我当傻子吗？没想到这伯母娘眼神这么尖，但现在可不是抱马甲的时候。是我的，陆清欢，这一切本来就该是属于我的。这镯子是你的？没错，这个镯子就是我们沈家的，没想到被陆清欢这个贱人给偷走。这手镯的确是10岁那年沈家送我的生日礼物。陆清欢，你在沈家拿走的一切都得给我通通还回来。谁啊你啊？陆清欢手上有个镯子，那个镯子是伯母年心上人的东西，谁能得到那个镯子，谁就能得到伯母年。你既然喜欢，那就还给你好了。正好先藏藏我的小马甲。啊，对，陆清欢，他就是个小偷。对呀，说不定就是认为陆家就是山上养猪的，过不了苦日子，所以啊，就把这个镯子给偷了。臭小子，谁让你去陆家退婚的？赶紧给我滚回来！伯父、伯母，看来这个婚还是得退。沈安安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陆清欢，你现在是首婚女儿又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暮年哥哥的心上人只会是我，你只是一个刚回家就被退婚的可怜虫罢了。妈妈，我们走。沈家人和沈安一个德行，小妹过去过得肯定很困难，连唯一的一件首饰都被抢了。小妹现在被退婚，一定很不开心。老二，走吧。老大，我已经查清了广岛原子进入龙国的目的，他是想盗走藏在博士集团的重要机密，重创龙国。还想盗取机密，看来2年前给他们的教训还不够多。今日我率领脚盆国的勇士们攻打你龙国青州城，里边的宝贝、古董、花姑娘，都是我们的，跟我尽情享用吧！元帅大人，脚盆国的侏儒们已经攻入了青州城作乱，情况紧急。走。小小脚盆国的人也敢在本座面前猖狂！龙国女帅，你居然没有被我诛死！犯我龙国者，虽远必诛！一群蝼蚁，还想妄图侵占龙国的土地，还是做梦！
这你别扒了，闻到我就受不了啊！老大，话说你如今回了陆家，要不要把你那些马甲都告诉陆家人？不用，还不是时候。哥哥们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小妹啊，这伯母您那小子没长眼睛，非要退婚，你别生气哈。小妹啊，伯少仗着是伯家的独子，猖狂。你看着，等过2天，二哥打的他，连他亲爷爷都不认识。行了，就你认识那道长兄弟，就别出来丢人现眼。对了，我听说沈家成为富商之后，每个月就给小妹1000块钱。小妹过去的日子可不好过，你看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。哥哥们，1000块钱。小妹，你之前过得也太惨了。来人！小妹，大哥给你准备了一张至尊黑金卡，拿去随便耍。还有二哥没工作，给你挑了条项链，小妹你别嫌弃啊。这是3哥给你准备的礼物，还稳，4哥的也有。要是当女帅也算过得差的话，那就是吧。这应该是咱们家第一次这么整整齐齐的吃饭。爸妈，哥哥们，我吃饱了，我先出去。四哥，借一下你的小电驴。小妹这么急，这是要去哪儿？我去博士集团找伯父您算账吧。什么？我刚刚就看到他搜去博士集团导航来着。爷爷，我说了，我对那陆清欢没有兴趣。你管我爷爷，这婚必须退。混账东西！喂，小陆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教训了这臭小子。什么？你说我孙媳妇儿要去博士？好，我这就安排下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吩咐下去，未来的少奶奶要去公司视察。谁要是惹了他，小心我扒了他的皮！是。对2。哎，你的要不起。什么？你说少奶奶要来公司视察？少奶奶，要是巴结上少奶奶，我肯定胜之有望。走，来，大家跟我一起下楼迎接少奶奶。快走！眼睛都放尖啊！一会儿见着少奶奶，记得好好表现。怎么还没来呀？Yes。那来了个涉事狂魔。Well, looky here, looky here. 就是见过少奶奶。Ready for me to grab, but little. 见过少奶奶。难道他们都知道我和伯母年的婚约了？但我今天只是来博士找机密的呀。其实你们不用这么紧张，哪里来的自信？别挡道。少奶奶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是部门主管 Lisa， 今天是特意来等你的。少奶奶，没想到这个镯子这么有用。这个镯子到底代表什么？得到它就一定能够得到伯母年吗？信不信由你。明天去博士集团把人都给我引开，等我完成任务回国之后，这博士集团女主人的位置就归你了。本来不想这样大张旗鼓的，可以让慕年哥哥不要告诉你的。结果，哎呀，少奶奶就是低调。咱们先去公司吧，员工们都等着一睹少奶奶的风采呢。那走了，走吧。一个假的少奶奶，一群谄媚的员工，难怪广岛原子把博士作为切入点。
既然如此，伯母爷，我就帮你好好整治一下博士的这股不正之风。少奶奶，地方合适吗？还可以。少奶奶，请喝水。陆清欢，你这个贱人怎么来了？还想勾引我的暮年哥哥吗？穿得像个乞丐，还敢勾引我们少奶奶的男人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就是，长得就一脸狐媚样，还不快给我滚！陆清欢，我倒要看看陆家人可在，你还拿什么跟我？婶，我可不知道伯母年的未婚妻什么时候从我真是土包子啊，脸皮还真够厚的。我们少奶奶就在这儿，你还敢冒充？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就是，我们博总和少奶奶如今正是订婚的甜蜜期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横插一脚。陆清欢，我可是慕言哥哥的心上，难不成你想对博士和我叫板吗？贱人，你敢打我！婶儿，伯母年要是能看上你，还真是瞎了眼了。我弄死你！我住手！给我住手！你个老不死的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打我！哼，你不就是被陆家赶出门的假千金吗？还不放在眼里？你们告诉他我是谁？罗董事长啊，罗董事长，那他岂不就是乐爷子？清欢呐，没事吧？我是你伯爷爷，你和臭小子的婚事就是我定下的。天啊，原来这臭乞丐是我们的少奶奶！完了完了，这下得罪准少奶奶。罗爷爷，我和伯母年这婚事也不是非结。哎呀，清欢呐，你放心，不管什么妖妹子都夺不走你博士的女主人的位置。伯爷爷，慕年哥哥喜欢的人是我，要跟这个陆清欢退婚呢。来了来了，有新欢。给我住嘴！真毒一把，但你外表人被骗了。住手！爷爷，怎么回事？慕年哥哥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你可要为我做主。这个女人的触碰为什么让我觉得恶心？不像2年前的女人，可这个手镯又没错。伯母年，你好歹也是博士的总裁，眼光不会这么差。你哥太像我。怎么？难道看上你眼光才不叫差吗？你还是我见过所有大小姐中最不要脸的人，为了不退婚还追上门了。臭小子，胡说什么混账话？难道你真看上这个女人？没错，所以爷爷，我是不会跟这个女人结，这个婚必须退。不少，出事儿了。哦，陆小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行，你就不要再纠缠，令人厌。哎，慕年哥，等等我！臭小子，清欢姑娘这么好，你瞎了眼了！好的，让妈生个耗子出来！我爷爷消消气。清欢啊，是我伯家对不住你啊。喂，老大，不好了，博士机密被盗，广岛原子要偷渡逃走。什么？喂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炎龙战神已经去阻止了，现在人还在城南仓库，但效果不是很好。我马上过了。博少，关于全球新能源项目失窃了，这可是包括龙国等古代国际形象立足啊！难道是广岛原子？
好，我知道了，召集伯家的人去城南。是。你这个炎龙战将也不怎么样啊，还没有女帅一半的努力强啊！混蛋！要是女帅还没有信任，岂能容忍尔等鼠辈在我龙国猖狂？杀了你！今天我就先解决了你，改日再将你们女帅踩在脚下。住手！你怎么样？没事，这个臭女人，她拿了博士集团关于新能源的机密，绝对不能放她离开。广岛原子，你最好把伯家的东西交出来，我还能留你一条狗命。就凭你们几个歪瓜裂枣，你想困住我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默念哥哥，哎，救我！默念哥哥，没有女帅，你们龙国就是任人拿捏的废物。现在乖乖给我让出一条路，否则我就送你的心上人见阎！不要，默念哥哥救我！王慕年，看在你曾经给我们提供过情报的份上，现在跪下来向我大喊3声“脚盆国万岁”，我就放了你的心上人于何呀！找死！默念哥哥，我不想死，你快救我！喂，你们去帮他！喂！你要是敢动，让我对这个女人不客气！我看谁敢！这面具，你是何人？是脚盆国上将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区区女将，也敢问本座名讳？上将，他难道是龙国女帅？他怎么可能是龙国女帅？女帅已经被山本大佐毒杀，竟然敢诓我！默念哥哥，广岛原子是脚盆国的使者，一份新能源的资料嘛，给就给了，你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啊！哈哈哈哈！听到了没有？还是你们龙国的女人识大体！现在赶紧给我让开，我让你们见识一下你们脚盆国武道士的厉害！就你话多，这是不是有点不讲武德呀？你把他给杀了。广岛原子一死，谁帮我做博士女主人了？杀他又如何？你这么关心他，难不成你是卖国贼？怎么可能？既是机密，你若保管不好，大可上交。多谢，我会加大人手，严加看。站着！如今广岛原子已死，你就想拍拍屁股走人了？广岛原子可是脚盆国的使者，如今在我们龙国地段身亡，你是想让两国交战吗？那你想怎样？密林哥哥，你快把这个冒牌货送到军事法庭去啊！你都害了我们所有人的！你敢打我？打你又如何？身为龙国女帅，打你还需要挑日子吗？够了！你再多说一句废话，我不介意我手上沾着一条人命。你究竟是谁？小妹，陆清欢，好你个陆清欢，竟然敢冒充女帅大人在龙国行凶啊！默念哥哥，幸亏我及时发现，要不然我们都要被他给骗了。小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还能是怎么一回事？一定是你嫉妒我跟默念哥哥在一起，所以趁机打击报复我。国际上可说了，只有女帅才有处死间谍的权利。你如今冒充女帅，杀死了广岛原子。如果国际上要是追究起来的话，
我们可都难逃一死啊！你真的是冒充的女帅，行凶杀人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就是女帅？哼，就你，爸妈早就告诉过我，你在沈家的时候就不学无术，你怎么可能是女帅？你要是女帅的话，下跪给你道歉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要知道你是不是女帅很简单，女帅身边有一个护法叫做禁语，女帅每次出征都会拜祭在。到现在为止，哪有什么护法？这个陆清欢一定是假的。莫年哥哥，你快让人把他抓起来，送去军事法庭，要不然都会连累到我们所有人的呀！我看谁敢伤害我小妹！你还在犹豫什么呀？难不成你要因为这一个陆清欢连累你一整个薄家吗？来人！我看谁敢对女帅动手！纪明，小妹，这真是女帅做下第一大护法。纪明，我曾经有幸见过你，属下拜见女帅。小妹，你真的是女帅。二哥，这个回家再给你解释。你真的是女帅？如此看来，2年前救我的人更像是陆清欢。不，她这种不学无术的女人怎么可能是女帅？莫年哥哥，你可别被她骗了，一定是他们起来演戏的。女帅岂是你这种人能智慧？沈安，现在我有承诺呀。莫年哥哥，你帮帮我，我不能给这种贱人下跪的，我可是你的女人啊！自己说的话还是应该做到才是。就是欺辱我小，哪能那么轻易放过？沈安，这次本座暂且饶了你，要有下次，小命就不保了。走。陆清欢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会放过你的。去查一下，我觉得2年前救我的女人更像是陆清欢。是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们的妹妹就是女帅。啊？什么？女帅？这女帅竟然在咱们身边啊！小妹，你真给哥哥们长脸！我看现在娱乐圈还有谁敢欺负我？这才掉了一个马甲，就震惊成这样。要是被他们知道我还是鬼医，娱乐圈幕后大佬，得成什么样啊？爷爷，臭小子，回来也不打个招呼。我可告诉你，今天我的生日宴是要和陆家修复关系，你和金姑娘的婚事退不了。退不了，那就不退了。这臭小子今天转性了。莫言哥哥，我要是不和陆清欢那个贱人退婚，那安安怎么办呢？这个女人的出口真是越来越让人觉得恶心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今天是爷爷的生日宴，前段时间爷爷对我有所误会，就想来给爷爷贺寿。贺寿？我看你是巴不得我早点死吧！臭小子，把这女人给我看好了，不要在我的寿宴上上蹿下跳。首富陆家道。啊，秦阿他来了。爷爷，秦姑娘，你来了，爷爷就开心了。传闻国老爷子深爱作画，我花重金博得画仙佳作，一会儿寿宴开始，非让你出丑不可。祝国老爷吉祥如意，事事顺心。王家祝国老爷身体健康，福星高照。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听闻伯爷爷生平独爱字画，我专门为你求得画仙逍遥子的佳作。逍遥子？可是画仙逍遥子的画
听闻逍遥子作画呀，全凭心情。平时啊，多少豪门贵族都求不来一幅呢。说你手中这幅画是逍遥子的？真的，居然是逍遥子的真迹啊！不知道伯爷爷对我这礼物可还满意？满意。以前是爷爷错怪你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是用心啊！这不是我当时随手画的一幅画，我记得当时让手下扔了的。姐姐，你给伯爷爷带什么礼物不少？爷爷，我带了一幅自己做的画。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？自己画的还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？你怎么知道我画的不好呢？好啊，那就把你画的拿出来，让大家都看看你的水平。怎么，怕丢人，所以不敢拿出来啊？我是怕某些跳梁小丑一会儿急。你说谁小丑啊？谁着急谁就是小丑哦。爷爷，清欢献丑做了一幅松鹤图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，你有这份心，爷爷就知足了。哈哈哈哈！姐姐，您身为陆家千金，想必画的一定不错，打开让大家欣赏一下吧。是啊，陆小姐，就给我们大家看看吧。陆小姐身为首富之女，必定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都给我闭嘴！这是清欢送给我的寿礼，凭什么让你看？伯爷爷，您不会是怕姐姐画的不好丢人，所以故意这么包庇她的？黄口小子，老夫还容不得你来议论。暮年，你死人吗？暮年哥哥，俺不是故意的，我去爷爷。爷爷说你错了就是错，哪怕你是舍得的主人也不行。陆清欢，我看你一会儿怎么收场。既然姐姐不愿意就算了，只可惜大家没有眼福了。一幅画而已，有什么不敢看的？爷爷，既然大家想看，那就打开看看吧。清欢，你确定吗？爷爷这是帮你的。爷爷放心，我送的画不比沈安安的差。好，来人，把画卷打开。这就是你送的贺礼吗？姐姐，这就是你送的画吗？还真是好寓意啊！千年王八万年鞭，这还真是祝国老爷老不死呢。再说这也太丑了，简直胡闹。沈安安，你就这点本事？暮年哥哥，你也别怪姐姐，想来姐姐也是想画的，但实在是没有那个本事。解释。我出来混了这么久，需要跟谁解释？王老啊，这其中可能有什么误会。欢欢啊，送的是松鹤图，不知道怎么就变成这个了。是啊，伯老，这其中必定有什么误会。清欢，这事儿你能给爷爷说明一下？这幅画不是我的，我的是被奸人调包，这分明就是你自己拿出来的，刚才大家可都看着呢，你凭什么说这不是你的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是你刚刚说的逍遥子，就凭这个土王八也配提画仙逍遥子的名号，简直是不知廉耻！爷爷，既然我刚刚送您的松鹤图被人调包了，那我现在重新画一幅送给您，可以吗？算了吧，清欢，这事儿
爷爷不怪你。这个死老头，竟然还护着这个贱女，不行，我得再添把火才行。既然姐姐想证明自己，那理当再画一幅，不然传出去陆家无光。闭嘴！爷爷，相信我。好吧。请文房四宝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一会儿再出丑，这薄家定不会饶我。咱宝贝闺女有把握吗？我怕。怕什么怕？有他亲爹我在这呢，谁敢多一句嘴，我让他出不了这个大厅。这画风竟真的与逍遥子如出一辙呀！看来陆千金刚才确实被人调包了画。这幅画比刚才逍遥子那亲笔画还要好。今日能得此佳画，此生无憾啊！你真不愧是我的孙媳妇啊！陆小姐，你还真是处处给我惊喜。既然真的能装到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抢走慕年哥哥。就算你证明了刚刚那幅画被调包了又怎么样？你刚刚还扬言自己是逍遥子，你终究是撒谎骗了伯老。那我这暴脾哪来那么多事儿？这是逍遥子的印章啊！这个够不够？你这一张真的好，哈哈哈哈！今日可是双喜临门啊！没想到我这孙媳妇儿竟然是我仰慕已久的画仙逍遥子。伯爷爷，这幅画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您，我祝您生日快乐。至于我和伯母年的婚事，还是作罢。你要退婚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绝不能让陆清欢这个贱人把慕年哥哥也勾引走。退婚不是伯少的意思，我不过就是成全你和沈安安吧。在我没查出当年真相之前，不可能放你离开。婚约是长辈定下的，你我都没有资格退婚。都什么年代，还玩这一套？没关系，陆总，你要是实在喜欢姐姐的话，那我可以退出。你说你这个绿茶是跟谁学？我那4个哥哥好像也不这样。好了好了，今天是我的生日宴，以后退婚的事情都不要再提了。这卡里有10万，待会儿把这杯酒给那女孩喝了。陆清欢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不管你是什么狗屁女帅还是画蟹，今天我都要身败名裂。清欢呐，我爷也知道是我家那臭小子对不住你，你就是看在爷爷的面子上，不要跟他计较了，给爷爷好好过个生日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就知道清欢是个好孩子。这杯酒，就算爷爷替我那臭小子给你赔礼了。我要这酒。清欢，你等一下，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。这么热，爷爷，不走，爷爷，爷爷。
老爷子本身就有心疾，加上不明药物的刺激，病情愈加严重，恐怕只有诡异出手才能够起死回生。贱人，都是你这个贱人！听说外公就是喝了你的酒，你到底对我外公做了什么？是啊，清欢姐姐，你究竟对伯爷爷下了什么药？你赶紧说呀！喂，月月，刚刚伯爷爷喝了陆清欢那个女人手边的酒就晕倒了，你赶快回来啊！陆清欢这个贱人，让他给我等着！三哥，你说吧，伯爷爷到底中了什么药？我也想知道。是情药。什么？情药？贱人！你这个贱人，是看你自己欲擒故纵被发现，怕嫁不成我表哥，就想爬上我外公的床吗？陆清欢不是这样的人。表哥，住口！当务之急是先救爷爷。你不是号称海城最年轻的神医吗？连你也没有办法。原来神医是三哥啊！现如今，恐怕只有诡异研究的清心丸才能够救老爷子一命。暮年哥哥，安安愿意拿出所有的零花钱，给伯爷爷买药，只要他能够好起来。诡异素来神秘，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他在哪，又怎么会被这轻易找到？那怎么办呢？本来不想暴露身份的，算了，看在伯老爷子对我还不错的份上，帮他一次吧。在我这里，清心丸在我这儿，拿去给伯爷爷服下。清心丸就在我这儿，拿去给伯爷爷服下。你这贱女人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外公的命！我想起来了，伯爷爷就是喝了姐姐手边的酒才晕倒的。好，真相大白，就是你往酒里下的药。难道姐姐是觉得下药被我们发现了，所以想彻底的毒死伯爷爷吗？你的心好狠啊！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还不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别耽误我们寻找诡异！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你们要找的诡异呢？姐姐，你是不是装女帅装上瘾，连诡异也敢冒充？诡异可是救死扶伤的，像你这种打打杀杀的女人，也配玷污诡异的名讳吗？连陆三少这样的医学天才都没有办法救外公，你竟然还敢冒充！表哥，你赶紧把这个捣乱的女人赶出去啊！你真是诡异。如假包换。无论是叶歌、女帅还是诡异，都是女性，且素来神秘。难道……表哥，这个女人鬼话连篇，她想害外公的命！住口！爷爷一心想撮合我与陆小姐，他没有理由害你。要说动机，我看被爷爷一直厌恶的沈安安倒是有可能。无年哥哥，不是我。无年哥哥，不是我。表哥，安安这么爱你，又怎么可能会害外公呢？是与不是，我自会调查清楚。所以，你是愿意相信的？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不会骗我。表哥，陆清欢这个女人不仅插足你和安安的感情，如今害了外公还谎话连篇，你怎么能相信她的话呢？混蛋，这是我带的唯一的清心丸，你到底还想不想救人了？陈月，你……莫言哥哥别生气，月月也是太在意伯爷爷了，把伯爷爷吃了有问题的药才这样的。小妹，我知道你想救伯老爷子的命，但这个清心丸不是普通的药，里面的成分很复杂，稍有不慎会要人的命的。三哥，陆清欢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的？你三哥都不信，你还在这逞什么能耐？我想起来了，3年前拍卖会上，我找负责人要过诡异的电话号码。快，现在给诡异打电话。姐姐，你快把电话挂了吧，别耽误我们找诡异大人给伯爷爷治病啊！
喂，通了。喂，陆清欢，三少正在给鬼医打电话呢，你在这捣什么乱呢？快了。爷爷，爷爷，怎么样？你说话呀！我老爷子已经没有脉搏了，就算是鬼医亲临，也救不活了。爷爷，我来，姐姐，你还要活到什么时候？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！你先是给外公下药，然后又拖延时间害死外公。表哥，这种女人就应该拉进处死！再多说一句，小心我让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！这银针是诡异的百转针，其尾部刻有诡异的名号。你要是敢动我，陈家和薄家都不会放过你的！让开，还嫌脏了我的手！你给我住手！住口！万一他真能救爷爷呢？表哥，陆清欢蛇蝎心肠，为达目的不惜对外公下药，你怎么能信他呢？爷爷，爷爷，外公，现在你总相信我是诡异了吗？爷爷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你只是受刺激晕倒了，是陆小姐救了你。陆老爷子，好孩子，你不愧是爷爷看上的孙媳妇。既然真的给他治好了，陆清欢，下次你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女帅，诡异，小妹，你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？没有了，我发誓。嘿，让你查的是怎么样了？还需要一点时间。小妹，邀请函你拿好啊！明天晚上是四哥新电影发布大会的日子，到时候还有个神秘嘉宾要来，你可一定要到啊！到时候让你知道，你四哥才是最牛逼的。总算把这个粘人精给甩开了。嘿，陆小姐就这么喜欢往别人怀里撞？博少想多了，我还看不上。啊！2年前，你是不是救过一个重要被追杀的男人？他怎么知道？救我重要了。难道那个该死的男人就是他？慕年哥哥，慕年哥哥，你是不是对安安有什么不满？当初救你的人明明是我，你还允诺过要娶我的呢？难道这些话都是假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允诺过要娶你？这不是男女主一夜情后的标准套路吗？王慕年没说。博少，你该娶的人是他，最好不要和我扯上什么关系。陆清欢，2年前救我的女人到底是不是？等我找到2年前那个男人，非揍的他亲爹都不认识。哼！慕年哥哥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跟陆清欢对婚娶我？这手镯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自己清楚。慕年哥哥，慕年哥哥。电影发布会，听闻明晚的电影发布会会有传说中的 Lucky 女士到场，正好国家要进军电影行业，我如果能牵上这条线的话，那薄家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情？这么着急找我，什么事儿？老大，这是颁奖典礼的邀请函，
主办方想邀请你亲自给新晋影帝陆西北颁奖。马甲都掉得差不多了，也不介意再给四哥一个惊喜。听说了吗？今天的发布会主办方邀请了国际巨星 Lucky 女士，要是能得到 Lucky 女士的看中，那就一夜变成了国际巨星呀！是啊 ，Lucky 女士这些年一直神秘莫测，真想看看她长什么样子。Lucky 女士是 Lucky 女士，她脸上的那个面纱我在新闻上看到过，真的好漂亮。是。Lucky 女士，休息室已经准备好了，请跟我来。Lucky 女士，您在这里好好休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。Lucky 女士你好，我是沈家的沈安安，对您仰慕已久，这次来呢是想跟你谈一次合作的。哦，是吗？这人声音听起来怎么跟陆清欢那么像？不可能，这可是 Lucky 女士。听说常年待在国外，怎么可能是陆清欢那个贱人？你在想什么呢 ？Lucky 女士，你有所不知，海城有个女人叫陆清欢，她的声音跟你很像。不过那个女人心思歹毒，是个坏事做尽的贱。继续。她还是一个小三，破坏了我跟博少的感情。还妄想爬上博少的床，他还心思歹毒，给博爷爷下药，差点害死了博爷爷。没了，没了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还做了这么多坏事。贱人，怎么是你？怎么，你能来，我就不能？这里是影帝的发布会，来的可都是影视行业的大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以为你买的 Lucky 女士同款的面具就能冒充她了吗？原来她是个学人精呀，真不要脸！怎么现在什么人都能参加我们的晚宴了？原来在你们眼里，我鬼医和龙国女帅的身份还不足够来这个发布会吗？会点医术就说自己是鬼医，会打架就说自己是女帅，谁能够证明你是呢？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呢？那你觉得我应该什么身份来合适？当然是像 Lucky 女士这样的顶尖人士，再不济也是拥有邀请函的行业大佬。你这个样子的，你有邀请函？电影发布会，我倒要看看你从哪儿凭空变出邀请函来。一张邀请函只能进一个人，我看你怎么进去。保安，保安！怎么回事？这个人没有邀请函，还妄想混进去，我看不是私生就是狗踩。为了影帝的安全，还把这种疯子赶出去啊！从未有人进入 Lucky 女士的真我，难不成真是某白货？谁说我没有邀请？你妄想凭着一张假邀请函就想混进去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你就等着被赶出去吧！他肯定是惹不起存在，他带个狗子狂言。公主，给四哥的惊喜可不能毁在这儿。这位小姐 ，VIP 席位已为你备好，你可以随时过去。多谢啊，那我们去布置发布会了。陆千欢这份邀请函是什么来头？难不成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身份？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你给我站住！有我在，你休想再混进去勾引我的慕年哥哥！来人！沈小姐，我这个贱，
把你扔出去，让他再没有脸面勾引我的慕言哥哥。是你自己找死！都给我住手！喂，慕言哥哥，这个既然追你都追到这儿来了，我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呢。沈安，你要是再敢欺负我未婚妻，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。慕言哥哥，我才是你的心上人，这个手镯你忘记了？这个手镯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要是敢骗我，让你后悔看这事实。皇上还真是善变，前一段时间爱沈安安爱得死去活来的，不惜忤逆爷爷也和我退婚，如今倒像是变了一个人。陆小姐有这么多秘密让我好奇，我哪还有心思退婚啊？可惜呀，在我这儿，这个婚非退不可。陆小姐是不是坐错位置了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个位置应该是 Lucky 女士。离婚这个贱子坐第一排。颁奖晚会第一排的位置只有3个，一个是给慕年哥哥的，一个是给主办方的，最后一个是留给 Lucky 女士的。你怎么敢坐第一排的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坐错位置事情，你可别惹怒了 Lucky 女士，那后果可不是你能够承担得了的。我坐自己的位置，还需要向你报备？还真是胆大包天呀，什么位置都敢坐，这叫不知者无畏。姐姐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按照邀请函上的，坐到最后一排去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你说对吧，慕言哥哥？按照主办方的规定，这里的确是 Lucky 女士的位置。我说过，这里就是我的位置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以打开邀请函一看究竟。谁要看你伪造邀请函？来人！这个人擅自坐了 Lucky 女士的位置，还不知悔改，赶紧把他赶下去！这位学姐跟我走，看谁敢动他！我给小蜜留的位置是第2排，这个位置应该是 Lucky 女士的。罢了，这个点 Lucky 女士还没来，应该是不会来的，就让小蜜坐吧。一个位置，你放心坐，四哥去给你穿才行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电影发布会的现场，请大家就坐。下来，我们有请新晋顶流影帝陆七北先生上台。同时呢，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Lucky 女士为陆影帝致辞，大家掌声欢迎。Lucky 女士 ，Lucky 女士在哪？ 同时呢，今天我们也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Lucky 女士为陆影帝致辞。怎么可能是 Lucky 女士？四哥，加油，好好干，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。陆影帝，请问您和 Lucky 女士认识吗？她是我小妹。那陆影帝，Lucky 女士说的目标是什么目标？是结局好莱坞吗？至于说你四哥我吧，目前打算调戏完内娱所有的美女。这可不行说呀。这样吧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电影吧，好不好？我是应该叫你龙国女帅、鬼医，还是 Lucky？ 称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劝博少赶紧劝服国爷爷，让我退婚才是。2年前，你到底有没有救过一个男人？这个手镯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？你要是敢骗我，我让你后悔看到这个事实。看来我慕言已经开始怀疑了，不行，不能让陆清欢这个贱人夺走我最后的筹码。
2年前，你到底有没有救过一个男人？2年前，我确实救过一个该死的人，不过这跟博少有什么关系？先生，刚才那位女士让我交给你。欲擒故纵的女人，喝了这么多情药，我就不信今晚拿不下梦瑶。陆小姐，陆小姐。只要跟莫年哥哥生米煮成熟饭，就算没有这种，我也是国服。秦欢，莫年哥哥，我是安安啊，今晚秦欢，就安安来伺候。滚！你给我滚！莫年哥哥，救我！冯慕年，冯慕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救救我！你中药了！只要你救我，我就跟你退婚。我早说，走，我扶你起来。888是吗？是。好，走。这可是你自己送我过来的。彭慕年，你要干什么？该死了，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？算了，就当被狗咬了一口。博少，2年前的女人找到了，不是沈安，而是……博少，2年前的女人找到了，不是沈安，而是陆清欢。果然是他。还有老爷子重要一事，也是沈安。许峰我，沈江在铺陈。明白。早啊，哥哥们。等一下，这一整晚你上哪了？没去哪。你们不会一晚上没睡吧？这个小没良心的，你不回来，我们怎么放心啊？就是，听西北说你舞会之后就没人应，给你打电话也打不通，我们怎么睡得着？对不起，以后不会了。等一下，你这脖子这儿怎么回事啊？蚊子，一定是蚊子。怎么可能是那的蚊子？罗少刚才给我打过电话了，这孩子昨天一晚上都在人家那。
没想到伯母年倒是很细心嘛。唉，陆清欢，清醒一点，这都是男人的套路。我家聘礼到，我家聘礼到。清欢丫头，我爷爷给你下聘礼来了。蓝海红宝石1对，彩礼500亿，房产30套，商铺700间，金条1000克。看来这薄家是把家底都掏空了吧？你不是答应我退婚了吗？伯少答应你的，跟我伯母年有什么关系？怎么，陆小姐这是打算睡完我不负责了？渣女！你个无赖！哎，臭小子，还不去伺候你媳妇儿？今儿事不成，以后别叫我爷爷。好了，爷爷。这种小子，总算回正轨了。伯母年那个家伙，自以为是惯了，之前就一门心思想和小妹退婚，现在又来做好人。二哥说的对，咱们家小妹其实伯母年她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她，绝对不让她轻易怀走我小妹。爸，死了。走，谁和我保证，牢牢抓住伯母娘的心，成国这女主人？现在走，人家博士都开始抨击我沈家的产业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不出3天，我们沈家就要破产了。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老大，你到哪儿了？别提了，还有个跟屁虫没甩掉。伯母年跟了我这么多天，到底想干嘛？当然是要你对我负责了，陆小姐。我的清白可都被你毁了，你苦不能死了猪皮！不是吧？那一定伯母年都要急，不要脸！不能再让伯母年继续纠缠小妹了，该我们出手了。换证。伯母年，少在我面前浪费时间，找你的小情人去吧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我之前对沈安安太好，清欢吃醋了。你们是谁？要干嘛？别动手动脚的啊！兄弟们，动手！哎，别动手动脚的！清欢，母尼哥哥，你知道母尼哥哥在哪儿吗？母尼哥在哪里？带我去见他呀！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我？母尼哥哥的心上人是我，未来博士女主人也是我。哟，还以博士的女主人自居呢，谁不知道这疯女人假扮少奶奶被博少发现，现在啊还连累了整个沈家。你胡说！
慕年哥哥最爱的人是我。我看看臭乞丐，山鸡就是山鸡，这辈子也变不了个。是你，都是你害的。要不是因为你勾引慕年哥哥，他为什么真的是家？沈安安，你疯了吧你！姐姐，我知道我不该回来，害你被爸爸妈妈赶走，但他们好歹也是养了你18年的父母啊，沈氏是父母的心血，你不能就这样给毁了的。沈氏是父母的心血，你不能就这样给毁了的。看着人模狗样的，结果就是个白眼狼。还有慕年哥哥，求求你，你就把慕年哥哥还给我吧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回来跟你抢爸妈的。可是慕年哥哥最心爱上的人是我。不仅白眼狼，还是小三呢。人家小姑娘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回到自己家而已，就这么报复人家？是啊，这种人就应该关进精神病院里，免得出来祸害人。沈安，是你嫌贫爱富才回到沈家，是你在明知道薄暮年是我未婚夫的情况下还主动接近。好啊，如今薄暮年不喜欢你了，就把锅都甩到我身上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你胡说！看到这个镯子了吗？我有这个镯子，慕年哥哥爱的人是我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薄暮年喜欢的是拥有这个镯子的人，而不是你？不是这样的，漂亮小丑！陆喜欢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没事吧？慕年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看在2年前我俩相爱一场的份上，你放过沈家吧。哥哥，你试试干什么？沈安，这个镯子到底是谁的？还是说你从清欢那里夺来的？是不是告诉过你，你要是敢拿这个镯子骗我的话，我就让你后母来到这个世上。我错了，慕年哥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看来这手镯的确对薄暮年很重要，可在被沈安安夺走之前，一直都在我手上。我怎么不记得记忆里有薄暮年这号人物？你要怎么处理他？他不是嫌贫爱富，那就把他喜欢的都夺走。不，慕年哥哥，不要啊！来人！博少，没听到少奶奶说的话吗？现在让沈家从海城消失。是。慕年哥哥，你不能这样对我的，求求你了。陆小姐，走吧。慕年哥哥，不要啊，慕年哥哥。陆清欢，你这个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陆小姐要去哪呀？我送你。清欢这是被我晒到了。博少，今儿阴天，你戴什么墨镜啊？你这是怎么啦？还不是你那4个4个什么？不行，和清欢八字还没一撇呢，不能得罪那几个大舅哥。你说话呀！没什么。清欢，我知道以前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认出你。你能原谅我吗？我们以前见过吗？当然，你忘了，2年前在同仁小树林。博少，
股权转让协议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秦欢，等我给你一个惊喜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家。你家？沈家破产了，房子早都抵押去，还快给我滚！造孽呀！怎么会这样？我费尽心思想过好日子，到头来却亲手毁了这一切。陆家首富千金本应该是我。妈，我们得去陆家，去找陆清欢，我要和他换回来。我想起来了，2年前陆清欢被一个野男人睡过，他就着这个把柄，我还不信拿捏不了这个小贱蹄子。站住！站住！如果你帅，撞了我的回神伞，我看见能撑多久？救我！我中药了。该死的男人！我一心想救他，他竟然想睡我，让我找到他，非把他大卸8块不可！陆清欢，你个小浪蹄子，给我滚出来！陆清欢，你个小浪蹄子，给我滚出来！陆清欢呢？立马让这个白眼的给我滚到我面前！能给我保安干什么吃的？怎么什么人都放进来？哼，爸爸妈妈，我是安安啊，我们一起生活了18年，现在我想回来，求求你们让我回来吧。当初是你要回沈家，现在沈家败落了又想回来，做什么白日梦？妈妈，你们不想让我回来是因为他对不对？一定是这个贱人在你们耳边吹了什么枕边风，我们可是一起生活了18年的，难道这些感情都是假的吗？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她早就是个破鞋了。像她这样的女人，配做首富千金吗？陆清欢，我劝你识相点，还是赶紧跟安安换回来。也许我心情好，还能把2年前你被野人睡的事情给瞒下来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件事情要是被捅出去的话，那陆家的股票又能坚持多久呢？姐姐，你就当是为了陆家，给我换回来吧。陆清欢，你还不赶紧告诉你爸妈，睡你那个野男人是谁呀？也好让你的爸妈去帮你订婚呢。算了吧，万一是个乞丐呢？是我，那个男人是我。那个男人是我。你说什么？你说2年前那个男人是你？对，你忘了吗？在铜山的树林里，我重要被人追杀，是你救了我。怎么回事？这个野男人怎么可能是光芒？怎么一切好事都被他给占？原来是你！我一心想救你，你竟然暗下仇报！清欢，不是这样的。妈妈，我想休息。好，我带你上楼去。清欢，听我解释，我这2年一直都在找你，我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你啊！陆清欢，你该死吧！ I feel like lose myself. Can't find my way to now
Why is it so complicated? Nothing makes me confused. 医生，医生，快点，医生！医生，沈安、朱云，你们涉嫌故意杀人，跟我们走啊！医生，他现在怎么样？命是保住了，但什么时候能醒，得看他的造化。其实博少喜欢了你很多年，这份协议原本是想在表白的时候亲自交给你的。股权转让100%，他这是要把整个博士都给我。博少说了，有了你，他才有了全世界。其实博少早就察觉到沈安安是冒充的，所以一直没和他接近。他只是想通过手镯找到你。你这个傻子！慕年，慕年，慕年，王慕年，慕年你在哪儿啊？慕年，秦欢，秦欢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看你表现了。